这一期呢，咱们插一期新到的这个铁王吧。交时间之际，有网络同好记，摩安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教记。这一期呢，咱们临时插一期火仔动漫的神龟机甲拉斐尔。但是跟着上一期追剧的同好们肯定要问啊，夜叉王的 3D 打印怎么样了？在这里呢，我先做一个预告，打印件都已经到齐了，而且视频的拍摄已经在过程中了。因为要一边修模一边拍摄，所以时间方面呢会稍微长一些。等待拍摄结束和剪辑完成以后呢，就会放出，敬请期待。但是涂装片呢就要等再之后的一期了，同好们别太着急。其实这款火仔动漫的2号机拉斐尔到我手里边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之所以没有制作它呢，纯粹是因为在摆弄夜叉王的模型，没心思折腾它。况且本身也是帮新西兰的观察员 S 买的，因此呢就更不重要了，对吧？对吧？这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啊！妈，真好意借给你，好心当成驴肝肺了，还对吧？啊，哎，真是服了。我们还是先看包装。这次的盒子呢，相比前2个机甲的盒子要厚上不少。虽然呢，我已经知道了这次呢主要是星星币的配件，但是我依然还是很期待里面的配件量。毕竟这么大的盒子，对吧？可是实际开箱以后呢，发现配件的数量比上一座米开朗基罗还要少。其实吧，怎么说呢？硬要说配件数量的话，那是真不少。但是把整个星星币组装起来以后，就会发现，能真正拆来拆去玩耍的道具配件，也就这么2柄钢叉和2把手枪了。2柄钢叉呢是金属材质的，而2柄手枪除了转轮可以转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可动和可玩性，没有组合设计，也没有连接设计。大部分时间呢是作为挂腿的装饰而用的，剩下的呢就是这整个星星币的设计了。在可动这一块呢，还是相对不错的，我们放到可动环节去说，好吗？本来只想说包装呢，一秃噜顺便把配件就都给介绍完了。本体的做工方面呢，漆面依然平整，没有多少瑕疵，保持了跟前2座一致的水平。但是绿色的发色这一块，我觉得跟3号机米开朗基罗，也就是上一座，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并不像1号机和3号机绿色的区分那样明显。我觉得呢，在配色上只是将3号机的橙黄色换成了红色。当然，我知道很多地方的装甲是进行重新设计过的，我这里说的仅仅是配色而已。好，质量好的方面呢，我们就说完了。接下来呢，该吐槽了。吐槽哪里呢？首先是2柄钢叉，虽然说是合金配件，我们好欣喜，但是侧面边缘类似合模线的地方没有弄干净的情况是怎么说？同样是合金配件，1号机的刀可是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呀。还有枪上的罩门，这里拉手的毛边和橄榄球头盔护嘴这里未打磨光滑的合模线，都让我感觉这一座的配件和本体压根就不是一个厂子做的。看到这里，是不是有很多同好会说我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好，那我们来看看星星币这里的叉子缝，这个地方不能再说我矫情了吧？这是啥？是为了让我有一点参与感而设计的需要自主清扫的毛边吗？我希望啊，这只是我的中奖，而不是所有的大货都是这个样子的。可动方面呢，本体这一块没有任何新鲜的地方，跟前面2部机体几乎是一毛一样。不同的呢是外装甲的设计不同，比如说整体橄榄球套装风格的肩甲和面罩，用以凸显拉斐尔属于力量型角色的特征。面罩这一块呢也是给了2种，一种是只给了护眼的零件，另外一种呢则是配合肩甲风格给出了带有护嘴的面罩零件，并且呢面罩是有上翻可动设计的。这次所有的可动其实都给到了星星币上了。首先，这个合金含量最高的万向连杆就不必多说了，你看上面这么多的关节就知道，这玩意儿能正着转、反着转、向上转、向下转，您是想怎么转就怎么转。上面的2个钻头和后边的推进器呢，则是需要用连接件来连接到万向臂和龟壳后方的。主要的可动只是上下，钻头则是可以将这4片打开，里边呢就是灯组可以发光。我直到录像的时候呢，我才发现我并没有这个型号的电池，索性呢也就不演示其发光了。作为替换呢，钻头是可以将星星币上的可动手替换下来的，用来展现另外一种更粗犷的攻击方式。2个最显眼的星星币主体呢，可动方面分成了3段，分别是上臂一段，伴有内侧的液压联动和外侧的这个装甲联动。设计方面我觉得真的还挺好的。剩下的呢是手腕的一段可动，以及手掌这里的一段可动了，并且加上可动手和手臂内侧的这个拉环，可玩性上肯定是没得说的。而且2个手臂呢还可以作为推进器，通过连接件和替换喷口的方式搭载到背后，也算是增加了一些可玩性和展示性吧。总结了啊，这第3座2号机，还真难说。
这第3座2号机拉斐尔，其实我并没有像拿到第1座莱昂纳多时的那种兴奋劲儿了。那一座的质量和表现力真的是让我惊讶了一下，但之后的第2座和第3座的本体这里确实也没有那种兴奋了，能玩出花的也确实只有配件方面。只不过在设计上，这次新星币作为配件搭载来看，我个人认为整体感并没有1号机和3号机那么强。总感觉这个新星币虽然厉害，但是其实是小弟弟发明家东亚泰罗不知道随便从哪儿找来了一堆不负责任零件，临时拼凑起来应付差事的，完全没有考虑过设计，反倒是将这2个大手臂作为推进装置搭载到背后的时候，整体感强了很多。但这些呢都属于审美上的事情，属于见仁见智了。至于推不推荐的话，我就不说了，因为有了前2座的同好呢，已经算是跳入火坑，肯定会购买的。而没有前2座的同好，我相信单崩买这1座的人肯定也是寥寥无几的。如果让我评个分的话，10分满分我只能打到7分。虽然本体素质依然过硬，但是细节方面确实让我很失望，而且缺少了前2座的惊喜和搭载之后的整体感，就算扣掉3分吧。好，那么这一期的教技呢，我们就聊到这里。如果同好们觉得我的内容做得还不错呢，麻烦点赞、收藏、加关注，一键3连，给我一个大大的鼓励和继续制作下去的动力。那么感谢收看本期的教技机体评测，我是平3D，我们下一期夜叉王3D 打印灰模篇再见。